生于大周，长于大周，但你跟你的女儿却要赶尽杀绝，让我在大周立锥之地。我从未想过，杀我的人会是你。若一切能重来，结局会不一样吗？姑娘醒了，饮一口水，吃口东西吧。好些了吗？ 你为什么杀我？我为什么要杀你？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不是姑娘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昨夜在金水河，你落水了，是我们头救的你啊，何谈杀你？金水河。头，我觉得这姑娘应该是落水伤了脑子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了。我为什么会掉入金水河？难道现在什么时候？ 都过了申时了，你已经在这睡了快1整日了。哪一年？不是你打了人，你不应该先道个歉吗？我问你哪一年？景明23年啊。景明23年？怎么回事？我回到了10年前，落水。季重业。 你
四姑娘，季公子，你我早有婚约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四姑娘，你别误会，听我慢慢跟你解释好吗？四姑娘，你还这样护着他！佳思，你听我解释，佳思，佳思。那年，我被季崇义推下金水河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的家人现在都还活着。姑娘，还有哪不舒服吗？要不要给你请个郎中？不必了，我只是有些恍惚罢了。多谢大舅，我得赶紧回去给家人报平安，告辞了。送送你。不用了，家里规矩多，不方便。落水了，姑娘别着凉。在下于七，请问姑娘怎么称呼？多谢于公子。头儿，你为何要带他回来？为了让他认得我。有人落水了！他颈后有南巫火焰纹，我怀疑他是南巫派来的细作。那为何要放他走啊？鱼不入海，怎么能找到鱼群呢？新鲜出炉的奶糕啊，看一看来。妹妹，这奶糕太好吃了，买回去当夜点心吧。哎，客官，来看一看，便宜好吃啊！来，各位，姑娘，新出锅的奶糕要不要带份尝尝？妹妹，救我！哥哥，好，快点！别看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！走，快走，快点！爹。难道爹和哥哥还是难逃上一次的厄运？才被高老师的，这是淹死了吧？你看那个脸上有伤啊！你这么好啊？快公子！看这儿啊！此天剑灵开朗，江安城，篡改天下，罪无可赦，一律当斩！
我回来了，你们都还在吗？四姑娘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四姑娘，四姑娘，快，四姑娘回来了，快！四姑娘，你没事啊？真是太好了！四姑娘，你不是……四姑娘，你回来了。这些都是二夫人让我们准备的。知道了，你们先去忙吧。是我的领牌，都是废物吗？不是多加了2两银子，让木匠连夜把棺材给打出来吗？你看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棺材呢？夫人，我听说四姑娘是季公子推下水的。什么？四姑娘真是遇人不淑啊！安国公世子亲手将他的未婚妻推下水。传闻都不敢这样传呀！你一会儿拿一些吃食去江边给大房那边派去寻尸的家仆送去，顺便呢捎上一句话：累了就歇歇，尸体早晚能找到。戏班子那边怎么样了？二婶儿，四姑娘，夫人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四姑娘，你没死啊？我没死，让你们失望了吧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，真的是四儿回来了，我们还以为你遇了什么不测呢。你爹正带着人在江边寻你呢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二婶昨夜一夜都没睡，二婶是高兴的，一宿都睡不着吧？我的天老爷呀，你可不能这样冤枉你二婶啊！这天塌下来了，总得有人顶吧？你爹天天喝酒都废了，你哥呢游手好闲，不学无术，你娘你一出生就把他克死了。那你说这生死大事儿，还不得二婶我为你操劳啊？一个吃白食的窝囊废，一个克死自己娘的扫把星，你这种没娘教的孩子呀，就是品德不行，没有教养。没事，没事。银子没丢，是记错账了。没丢也得给他俩立立规矩，冲撞长辈，罚他们在这儿跪着，不许起来。不是，二婶儿，刚才脸上有只虫，没咬到你吧？下次打人可以换只手。今日挂的挽联，选的曲目，还有要做的棺材，都是二婶喜欢的吧？既然知道我克人，二婶就最好离我远点儿，否则遭遇不测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不过真有那么一天的话，这些二婶喜欢的，我全会给您用上，一样也不落。夫人。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走，去找爹爹他们。这是江四，都看什么看？还不赶快给我撤来！撤了！我也和二公子一直守在金水河边，一刻也不肯离开。
你刚才拿那些瓶瓶罐罐是要去做什么呀？伯爷带了很多家仆去寻姑娘，临安城里水性好的人也都请了遍。伯爷说，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姑娘找到。可是二夫人管着银钱钥匙，怎么都不肯出钱。二公子让我回来找些值钱的东西去当了，能换多少是多少。好像听见妹妹在喊我了，这要是真的该有多好啊！我也是，脑袋嗡嗡的，老听见四儿在喊我。哥哥，哥哥，爹！我好像看见妹妹了，我也老看见四儿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哥哥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娘刚走的时候，我也老看见你娘。妹妹，四儿怕是凶多吉少，是我没保护好四儿。妹妹，是妹妹。伯爷，真的是姑娘。爹。四儿，是你们四儿，爹，四儿，妹妹，四儿啊，四儿啊，爹，我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四儿，你没落水，没受伤啊？没事，爹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哥哥，你答应我，以后绝对不要来金水河边。我不来，不来啊！不对，是任何河边都不能来。我都不去了，我都不去。爹，你也要答应我，你以后不要再回四天监当差，好不好？答应，答应，绝对不能回四天监。爹答应你，爹从今往后就踏踏实实在家待着，好好陪我闺女。什么？退婚？季崇义跟别的女人有私情，不仅欺瞒我，还把我推下河想灭口。这种人，你叫我如何能嫁？四儿所言正是，那不是虚惊一场吗？季三公子在外面有私情，别说你父亲不高兴，二婶我也不满意呀。可那人家是安国公府，四儿嫁过去那是正妻，这婚我退定了。四儿，二婶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你这门亲事，我是费了多少心呀！好不容易才攀上这个好人家的，那临安城的姑娘们不都羡慕你吗？那把我这份运气让给江佩可好？哎，对呀。哎呀，你们这兄妹一唱一和的，显得我倒是里外不是人了。他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哥，四儿啊，从小就乖巧温顺，你说这怎么掉进金水河之后，把这唯一的优点都冲没了？弟妹，你这话说的可不中听啊！话是不中听，但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不想让她嫁入高门大户吗？大嫂不希望她嫁个好人家吗？大嫂在天有灵，都希望她嫁到安国公府。嫁不嫁？给个痛快话。我不嫁。他娘要是在天有灵，肯定跟我一样，只要孩子们过得平安就好。大哥，面子我是给你了，嫁不嫁你说的不算，我说的也不算。有本事等母亲回来了，找母亲定夺。反了你！
我的灾难就是从嫁给季崇义开始。如今，我绝不能让这一切再发生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退婚。来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怎么没等我呀？快，特意买的广聚楼的烧鸡，妹妹的最爱。我的最爱？我看是你的最爱。我和妹妹的最爱。今日咱们一家团聚，庆祝四儿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干杯！哎，对了，妹妹，你落水之后是谁给你救上来的？是一个路过的陌生人救了我。哦，那改日你好好答谢一下人家。是。不用了，爹爹。我也没有问人家的名字，想来定是寻不到了。这救命恩人的名字怎么能忘了问了呢？你这爹，妹妹当时肯定是吓坏了。四儿，爹问你，你真的是很想退婚吗？爹爹，这季崇义已经另结新欢，违背了对我的承诺，而且他对我们这婚约更是没有丝毫的敬意。咱们这不是自讨轻贱吗？那我以后的日子定是过不好啊。那便不嫁，那混账东西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妹妹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哥哥永远支持你。明日我便去安国公府将那聘礼给退掉。爹，妹妹，我想好了，明天呢就是3年1次的教场大考，三衙都会来挑人。若是赢得了比武，我应该就会就职都城司的司尉了。到时候，我就给你们俩都带走，脱离二婶的掌控。行了，小子，长出息了，但是不能去啊。为什么？你几斤几两自己不清楚啊？那教场比武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，我怕你是去的容易，回来难。妹妹，你说，爹爹说的对，哥哥千万不能去，听起来太危险了。此事就此作罢，比武之事休要再提。爹，这给您夹的鸡爪子，您怎么不吃啊？少跟我来这套。我刚才说的事情你记住了吗？鸡爪中间这肉最好吃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若敢去，回来我便打断你的腿。会吃人都吃这鸡爪，这上面越酸味越有滋味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有鸡腿，我就只配吃鸡爪子是吗？爹，哥哥，能再见到你们，可真好。一切还来得及，父亲，哥哥，这一次无论如何，都要好好活着。接过，接过，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。哥哥，妹妹，哥哥，你看见没有？小菜一碟。阿杰，哥哥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身手啊？收买了这几个人，4个人放心吧。哥哥加油！姐夫，你哥哥！
期，他怎么也来了？没事。在下于期，只为救人，不为谋职，但是确实是扰了考场的秩序，影响了思卫的选拔，在下心中有愧，故愿暂任思卫一职，待将军另择优选。好担当。他们萍水相逢，于期为何要救我哥哥？如今在临安相遇，还成了四卫，这一切为何会不一样？于期恩公，请受在下一拜。无妨，莫要牵到了伤口。于恩公，我们是东平国府的，在下江战。这位是我的妹妹，江四。见过江姑娘。于兄现居何处？改日我好登门拜谢。哎呀，初到临安，暂无居所。那不如来我东平国府一住啊。哥哥，于公子到临安城肯定是有事要办，怎好武断为人家谋划呢？冒昧了。无妨，江姑娘。我这初来乍到的，不知道何处可以购入宅院。于兄这算是问对人了。我东平国府旁边啊，就有一处空宅。我们临安城有很多闲置的屋宅，于公子可以去稍远的西郊看看。如果觉得远，南边的方寺聚集处也有的。多谢江姑娘。哎，我妹妹说那些都太远了。我东平国府旁边就有个空房，到时候我们哥俩还可以常聚。于公子，您从何处来？南边，燕归城。燕归城是南疆的边陲之地，紧邻着南乌，风景甚美。不知道二位可曾去过呀？燕归城可真美啊！在我的家乡，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美景。还有很多美景你都没见过。日后我带着你，咱们看个遍。嗯。之前若不是我流落南疆，也不会跟他有交集。他曾说从未回过临安，难道说从前骗了我？我们兄妹俩连临安城都没出过呢。和龙蛋所查倒是一致，可他若是连南疆都没去过，又怎么会成为南巫圣女呢？南疆那么远，我妹妹要是真去啊，估计刚走一半，就得哭着喊着要回来了。哥哥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咱们赶紧回府，早些休息吧。回见。告辞。于兄，那改日再见啊！一定来找我玩啊！我觉得我跟于兄缘分真深呐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说的他都很感兴趣，这就叫知音难觅呀。妹妹，我怎么觉得你对于兄有点不耐烦呢？我还想着改天让他来府上一聚呢。哥哥，咱们以后还是跟他少些牵扯为好。为什么？妹妹，刚才要不是于兄，你我兄妹二人可就没命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萍水相逢，还是小心为上吧。收拾行囊，咱这就回燕归城了。定居。明日啊，我要跟一帮闺女去踏青，绝不能被他们看扁。我就穿这身。四姐姐。五妹妹来了，阿满，快给五姑娘上茶。是。四姐姐好兴致啊，还打扮得如此出挑。平日里怎么没见你有这般家当？啊，
今日随便带着玩玩罢了。五妹妹也不错呀，就是这头上的簪子，还有这手镯，成色都差了些。五妹妹生得这么俊俏，只可惜这些物件并没有衬托出妹妹的美。四姐姐，你莫要瞧不起人了。我头上戴这些头面，不过就是随便戴着玩玩罢了。自然有好的还在屋里没有拿出来呢，不像四姐姐你如此招摇。这样啊？那我可不信。要是真有好的，怎么会藏着，还怕招摇？肯定是没有，这才以次充好。你等着瞧！哎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别跟着我！阿曼，是。阿曼，怎么样？去找些力气大的人来。站住！好大的胆子呀！谁让你们搬的这些东西？聘礼也敢往外搬？二婶儿，不知道我们大房搬运自己的聘礼，打扰二婶您什么了？什么大房二房啊？放在库房里的东西，就都是东平伯府的东西。听这话的意思，二婶是想私吞我的聘礼啊？哦，不对，我之前听父亲说，我的聘礼让二婶已经花光了。现在这些可是父亲费尽心力重新备下的，跟二婶您毫无关系。抬走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拦！大哥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你看这些下人们，一个一个的胆子都够大的，放在库房里的东西，也敢往外搬。这里是东平伯府，说到底，是我东平伯的宅邸，弟妹不过是暂代掌家事。二房私吞聘礼之事，我不声张，但也没说不追究。大哥是哪只眼睛看见我私吞聘礼了呢？你若是再三为难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掌家是母亲准予的，那便让母亲来找我。哎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这怎么还吵起来了？大哥，弟妹啊，也是为了咱们伯府好。夫人，这大哥既然决定要去退这个婚，那就让大哥去嘛。夫人，不过大哥，我倒是有一个疑问呐。我不知道这个国公府的婚，是不是你一个人说想退就给退了的？万一他们不同意，啊？你看，这么多的聘礼，一来二去，招招摇摇，那不是让外人看了咱们两家人的笑话吗？二弟说的对呀，你看，那得等大哥退了再说。不是大哥，给我搬！哎。就我跟龙蛋一块住。哎呀，龙蛋可太轻松了，根本就不用他伺候。房子的大小可太适合你了。于公子，哎，江姑娘，哥哥，什么房子啊？啊，于兄要搬来枣树巷院子了，询问四邻，正跟我们打听意见呢。啊，枣树巷院子咱们是要买的呀，怎么会让旁的人搬进来呢？不是，妹妹，咱什么时候？哦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于公子，这枣树巷院子我们东平伯府早有意定下了，真是不巧。无妨，江姑娘，条件随便开，怎么样才肯把院子让给我？考虑考虑。哎，二舅，啊，对，抱歉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。
夫人里边请。妹妹。 这是家里来贵客了，我说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安国公夫人好。崇义今日登门赔罪，还望岳父大人海涵。别乱叫啊！我可不是你岳父。昨日去你们府上退聘礼，你们没收，今日来的正好。 聘礼和人一同回去。聘礼岂有拿回去的道理？夫人，女儿受委屈了，这当爹爹的心里不舒服。再说呢，崇义犯了糊涂，我做母亲的绝不偏私。他父亲也请了家法，还望东平伯和四姑娘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再给机会？ 再给他机会来谋害我妹妹？谋害，二公子，这话是从何说起？你儿子没告诉你，他把我妹妹推进河里了。湛儿，长辈说话不许插嘴。崇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，没有这回事啊！跟他们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岳父大人，四姑娘因为狡猾，意外失足才掉入河里边，旁边都有人看到，他们可以作证啊。江公子。 你无凭无据，不能冤枉人呐！我就知道我们家崇义这品行是绝对不能干出如此糊涂之事的。那日四姑娘落水，可把我们一家子都急坏了，尤其是崇义啊，嚷嚷着要下河找四姑娘。夫人先坐，夫人先坐。大哥，你看孩子都跪下了，也知错了，这不就是个误会吗？啊，嚷嚷着要下河，莫不是着急要下河确认？ 我到底淹死了没有？这样才好娶自己相好的过门啊！四儿，你这位出阁的姑娘，你这说什么话呢？四姑娘，我读的是圣贤书，绝不会对弱女子下手。更何况你还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呢。四姑娘不用担心，到了国公府，我定将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疼惜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要是崇义这小子敢欺负你，我帮你出气。 媳妇给婆母请安。崇义昨晚又没回来，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，守活寡也只能怪你没本事。老三总往外跑，还不是因为家里的女人无趣？你好歹也学学样子，打扮打扮，像块木头似的。儿妇知道了。 婆母请用茶。你打扮的一副妖艳模样，是要勾引谁？还不快滚！四儿听见没？有这么好的婆母，你嫁过去那就是享福了。大哥，是不是？若是四姑娘愿意，咱们今天就把婚期定下来。我也盼着你早日嫁进国公府。 魏夫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退婚。我今日亲自登门，以给足你面子。按照大周律，你执意退婚，可要杖60。四姑娘，三思而行啊！好，那咱们两家就去找个能说律法、论公道之处。到时候不仅这婚要退，季三公子为了遮掩私情、谋害未婚妻的罪名，也定是跑不了。对。哎，四姑娘。 国公府岂怕你一个闺阁女子？你若执意这般，那便公堂见。对了，魏夫人，聘礼还请您一并带回，就不用我们再多送一趟。咱不跟他们置气，到时候直接公堂上见。妹妹，你还记得那是具体是在何处他把你推下水的吗？首先需要人证，我也在想。 到底有谁会看到他把我推下水了？江姑娘，
于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本来想跟江姑娘商议一下宅院的事儿，便多停留了一会儿。不巧听到了你们谈及家事，本来想着回避的，但是想到了这个江姑娘可能会有求于我，就又停留了片刻。我有求于你。姑娘落水是何人所救啊？是你救的。妹妹落水是于兄所救。哎，不值一提。哎呀，于兄，我兄妹二人的性命都为你所救。从今日起，我将战。哎，于公子，你是不是看到我被人推下水了？那倒没有，但是我知道有人可能看到了。谁啊？这宅院的事儿。可以商量。太好了，我们就要成为邻友了。于兄，没想到你我兄弟缘分如此之深。哎呀，都是缘分。姑娘，姑娘，可是在担心官司。姑娘，要不早些休息吧。你刚落了水，寒气定都还没有消退。阿满，帮我拿把伞来。这么晚了，姑娘要去哪里？去见个朋友。你来了。我知道你会来找我，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和季崇义私会的女子，是你吗？是我。你如此坦诚，倒是让我很意外。这些年，多亏了你把我支的香，在店里寄卖，才让我有了些银钱。可以贴补家用。那些年店铺生意不好，多亏你一双巧手调出奇香，风靡整个临安城，我的店铺才能起死回生。快尝尝，特地给你做的。真好吃。这是什么？店铺的钥匙。阿四收好，以后在伯府待闷了，受气了，想来随时来，把这里当做你的第二个家。姐姐出嫁以后，我很寂寞，是你想着法逗我开心。谢谢巧娘，我知道，你是把我当做真的姐妹的，你也是我最好的姐妹。曾经，事到如今，没什么可瞒你的。巧娘，店里这么多香，你觉得哪一款最适合我？我来想想。把这里最名贵的香料都拿给四姑娘看，我来付账。季公子，不必了，
这款小四合虽然不甚名贵，但很多文人墨客都爱用这款香。我最爱这味香了，清雅舒心，可以让人沉心静气。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对我也并非真心，不过是看中了我的家财，能够替他还赌债。原来这些你都知道。他觉得我好像很好骗，但其实我也在引他入戏。我只想攀附权贵，获得更好的地位。你不懂的。我父亲就是一个无权无势、被强权欺压致死的人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发誓，我不愿做一个无权无势、低贱的商妇。当我被姬崇义看上的那一刻起，我便逃无可逃。但我也不愿就此被摆弄。我要利用他，高价进安国公府，改身换命。巧娘，你糊涂呀！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。我等商妇所面对的皆是火坑，妇道人家免不了被无数体面人谩骂非议，赚得越多，招惹的是非越多。若是谈婚论嫁，抛头露面，正经的官宦人家瞧不上我们，同行相亲，南商贾也不愿意娶我们。还有那贫苦的读书人，他们哄我们慷慨解囊时，情长甜似蜜，只待他们一朝登科，便背信弃义，遣我做那下堂妻。不是我非要往火坑里跳，而是我在众多的火坑当中挑了一个最值当的。我要嫁的不是姬崇义，是安国公府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为我的孩子挣一个好前程，为他们挣一个生来便不会被欺压的家境。孩子，你有身孕了。你母亲是临水首富之女，却也选择用十里红妆嫁进伯府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她的孩子才能有一个好的出身，才能有资格谈前程。你想靠腹中的孩儿在国公府立足，但你怎么就笃定他一定是个男孩呢？说他是个男孩最好，若不是，那我生的便是双生子，龙凤胎。你居然连这个都想好了？只有越过这道门槛，我和我腹中的孩儿才能有更稳固的地位。四儿，是我对不起。老夫人、二夫人、五姑娘，祖母刚从山里回来，念着四姐姐，特意喊去见见。怎么四姐姐昨日还活蹦乱跳说要退婚，今日就病得下不来床了？姑娘先前落了水，昨儿又受了凉，所以才……那我更要去看看。哎，五姑娘，您不能进去。五姑娘，阿满，我妹妹来了，怎么不通报一声啊？这什么水啊！我刚才全身发冷，煮了点姜水泡脚呢。好了，祖母，您回来了。母亲，跪下！之前跪的太多，天真的以为事事只要跪下便能解决。四丫头啊，你可知道能与安国公府沾亲，有多少人羡慕啊？别说大丫头、二丫头在婆家会被高看一眼，就连这三丫头，这1年来上门提亲的门第也高了不少啊。说白了，不就是能与安国公府沾亲吗？夏虫不可语冰。嘀咕什么？没什么，祖母，孙女知道了。你祖母回来了，你倒是办得乖巧了许多啊。那既然这样，咱们呐就跟安国公府低个头，收婚约照旧。好，任凭二婶做主。祖母，那孙女现在可以起来了吗？继续跪着。看看您闹出这么大一出息，平白的让两家生了嫌隙，跪着好好反省，1个时辰以后再起来吧。那你还是起来。呸！你不是说他落水了以后变了吗？我看他还是原来那样啊。可能是媳妇儿多虑了。上家法。打！别打！别打！长儿，这祖母，我看谁敢护着他。母亲三思啊！
那季崇义敢将四儿推入水中，定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呀！大哥糊涂啊，人家那是安国公府，能够高攀到安国公府，那是大房烧了高香了，何必计较许多呀？他现在代表的是我们整个江家，啊，那江家的嫡女，心里只有自己，还要把退婚的事弄上公堂，那这是把咱们伯府的颜面放在地下碾呀！你们说的对，四丫头不守规矩，在那胡闹，成何体统啊！我们东平伯府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名声。只要是坏了名声，我绝不答应。可什么？安国公府本来就理亏，她要是嫁了过去，人家会好好的补偿她，不会苛责她的。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祖母，妹妹不想嫁，我们不要逼她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也来裹乱，一起打。是。爹。打。爹。老大。祖母，别打了！祖母，别打了！我同意嫁给季崇义。行了。姑娘，您之前不是说要上公堂退婚吗？现如今老夫人回来，您又说让二夫人做主，婚约照旧，这是何意啊？公堂肯定是要上的，只不过咱们要暗中行事，绝不能让祖母先知道。大人，民女要报官。结状。禀告，择日过堂细审。到底是谁能看到我落水？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姑娘先帮我解个惑。说吧。我先是救了你，然后又主动提出来帮你寻人，既未邀功，也未曾得罪过姑娘吧？不曾。那你说为何三番五次的反对我比邻而居啊？就这么讨厌我？那我也想问问于公子，这偌大一个临安城，那么多空宅，为何偏偏非要买在我们东平国府旁边啊？那是因为我与姑娘的兄长甚是投缘，我觉得他也希望我跟他住得近一些，这样往来也比较方便。我哥哥这个人生性热情好客，对谁都是以兄弟相待，但是因为结交甚广，转头自己就忘了。所以于公子，切莫当真。哎呦，巧了，我就欣赏他这样的性情中人。听姑娘这么一说呀，更得当真去。你就别绕弯子了，到底知不知道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就不要耽误我的功夫。此事对于我非常重要，不得儿戏。我自是有轻重的。瞧瞧，证人不是来了吗？他们就站在你落水的对面，别人可以说看不见，但他们不可能。只要退了婚，一切就能够重新开始吧。这一次，我要过不一样的人生。
季崇义，江四状告你蓄意谋杀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冤枉啊！这本就是意外。我看就是那姑娘自己失足掉进水里的。听说啊，是别的人家给了东平伯府更高的聘礼，所以他们才借题发挥的。哟，这不是一女婿两家吗？对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就是什么一女婿两家？是不是安国公主给你派来的？启禀大人，民女有证人。传证人。传证人，传证人。堂下何人？小人王东升。以何谋生？我在馄饨店做小二谋生。那本官问你，当晚你看到了什么？那夜我确实在河边，但是天太黑了，我没看清楚。此乃公堂，不得妄言。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没看清。江四，你可有话要说？启禀大人，还有一证人，字画店老板宋林。小人宋林拜见大人。小人的确看到过四姑娘落水，只不过她是自己失足。宋林，你是否看清楚了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们二人先退下。是，大人。看来有的人不但会推人下水，还会收买人心啊！天黑路滑，一时看不清楚也很正常。世子真是贵人多忘事。那夜我掌了灯，既然能把你的丑事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又怎么会看不清路呢？信口雌黄。大人，我们确实有口诀，但四姑娘是因为情绪激动时，不知道怎么意外掉落了河岸。四姑娘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但是也不该在此胡闹，在这公堂上污蔑我。大人，敢问诬告之罪该如何处置？大人，民女还有一证人。还有谁？跟季崇义私会的女子，巧娘。对，她是离落水现场最近之人。来人，传孙巧娘。传巧娘。民女孙巧娘，参见大人。孙巧娘，那本官问你，季崇义到底有没有推江氏落水？巧娘，你如实大胆地说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既然你执意要嫁进国公府，那我也来帮你一次。如今你即便嫁进去，也只能做妾室。但如果你愿意出面作证，我来帮你，让你做国公府里受人尊敬的正头夫人。要不要信我一次？大人，那晚却是季公子推了江四。巧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疯了！季崇义，你若在当庭大声喧闹，本官就判你个藐视公堂之罪。好手段，化敌为友。这情敌的证词比旁人更可信。江四，你果然不简单。本官再问你，那季崇义是一时失手啊，还是故意为之？他是。莫怕，照实说。巧娘，我不是故意推的他，你在我身后看得清清楚楚，只不过是我一时失手啊！季公子，如今你倒是承认了，确实是你把我推下水的吧？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推你的。前后颠倒，公然欺瞒本官，给我拖出去！
仗石棍。是，你不许动我！我父亲是安国公，你不许动我！他们俩联合起来，就是要逼我退婚！大人冤枉！大人，这是他干的！大人，手下留情啊！来者何人？我乃安国公之子季崇礼，特来为季崇义求情。大人冤枉啊！姜四和巧娘联合起来说谎，就是逼我退婚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冤枉大人！使点劲儿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此乃东城司公堂，无论你是王孙贵胄还是贩夫走卒，本官都将一视同仁，只论是非黑白。哥，大人，冤枉！他们俩串通一气。巧娘，你继续说。大人，他是。我演得如何？恰到好处。折腾一日了，来，先把安胎药喝了吧。不烫。巧娘，巧娘，把那个贱人给我喊出来！别躲着，给我出来！季公子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在这儿，姜四也在这儿，赶紧把他给我叫出来！快去！你先在这儿。知道你们在这儿，赶紧给我出来！人呢？季公子，看来这棍子是没挨够啊，都能下床来兴师问罪了。你和巧娘两个毒妇好手段啊！一个在公堂上装的木讷，一个信口雌黄，到头来竟联手来害我！你脚踏两只船，想把我清清白白女儿家连哄带骗娶进你家，还不允许我还击了。你，国公夫人，原来您就是这般教子。住口！我儿子是天之骄子，瞧上你是你的奏护。你这贱妇，他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在公堂之上构陷我儿？那咱们便鱼死网破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别进我们家的门！真不愧是国公夫人，事到如今了，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呢。我本就不想进你们家的门，但是巧娘，先坐下再说。但是巧娘，她如今怀了你儿子的骨肉，她有身孕了，分明就是居心叵测。你是想用肚子里孩子来要挟我？一个低贱的商妇，你这铺子里来过什么人？你和什么人有过交情？谁清楚呢？你凭什么说肚子里孩子就是我的？安国公府的手段，近日在公堂上我也见到了，能将黑的说成白的。不过我孤家寡人一个，也没有什么可被威胁的。这孩子，你认与不认，都姓季。我与您儿子的关系，想必甄大人和全城的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要是有什么不测，安国公府第一个被怀疑。安国公府的门不是你想进就进的。今日还真是开了眼界了。本以为您要是知道巧娘怀了身孕，还会顾着骨肉亲情，没成想居然这样无情无义。也是，等以后要是传出去了，说季公子为了求娶巧娘，不为情义，而是为了巧娘的财帛去填那堵输了的窟窿，也没人觉得奇怪了。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啊？先前哄着要把我娶进门，怕也只是要找个冤大头罢了。但此事，国公爷怕是还未知晓吧？你们要如何？我要一纸退婚书，巧娘要一纸通婚书，而且她要做正妻。我看你是疯了！区区低贱商妇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是您儿子看上了我这商妇赚来的财帛，多少银子我来替他还。你别在这儿做春秋大梦。季公子，
你真是有个好母亲，让我好生羡慕。但事已至此，要么你们母子俩答应我们的条件，要么在公堂之上，把你是如何要谋情人的财，要害待娶之妻的命，如今有了孩子，又是如何翻脸不认，都通通说给甄大人去听。若真的走到那一步，登科入仕，四锦前程，对于季公子来说，恐怕才是痴心妄想，春秋大梦了。好歹毒的计谋！你们俩只想毁了我！娘，救救我！你真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正妻之位，就算我答应，国公爷也不会点头的。夫人，据我所知，您以前也是妾室，现在不也是国公府里头的正头夫人吗？将似相信，您总会想出办法的。姑娘，魏夫人不是都答应了退婚吗？怎么你看上去还是心事重重？一日不拿到这退婚书，肯定都会生变数。我怎么可能心安啊？也不知道父亲去安国公府那边交割的怎么样了。希望不要横生枝节吧。自落水之后，姑娘的确变了许多。怎么说啊？姑娘从前从不做山水画。是吗？对呀，姑娘，你看这些，还有这个，都是姑娘你从前画的，都是花鸟图。之前嫁给季崇义，遭遇了那么多变故，最后流落南疆，倒是让我有机会见识了临安之外的大好河山。女子一辈子困在深闺后院，赏花斗鸟，饱食终日，除了花鸟画，还能画些什么呢？不过这画中的山水倒是别致，阿门从未在临安见过这样的山水。姑娘画的是哪里啊？我画的是梦里梦到的。四妹妹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哎，退婚书。对，退婚书。哥哥，你看，谢谢爹爹。哎，太好了，哥哥。撤告。是。可是那安国公府威胁于你。不是，大人，我是自愿的。今晨，我父亲已经从安国公府取回了退婚书。江姑娘，本官见你在公堂之上，面色不改，临危不惧，非一般闺阁女子，颇有大丈夫之气节。为何今日要临阵退缩呀？大人谬赞了，江似实乃寻常的闺阁女子，只是不想糊涂错嫁，悔恨一生，从头到尾都只是为了自己考量，没想过什么大义。既然那安国公府都已经写了退婚书，我的目的便达到了。江姑娘此言差矣。若是巧娘供述属实，本官便可以判季崇义一个故杀罪。婚嫁乃是良家结亲，按照本朝律法，一方犯罪，另外一方可以解除。不是的，大人，那季崇义却非有意害我，只是一时失手。
本官听闻，近日安国公夫人去寻了孙巧娘，可是她收买了巧娘，收买证人，一时出律。真的没有，大人，只是一时失手。怎么样，爹？好吃吗？四儿的手艺是越来越精湛了。以后给爹做更多好吃的。好，好。爹，昨日去安国公府，都还顺利吗？是他们师德在先，无礼在后。我到了，不愿与他们多废话，客气的拿了退婚书就走了。只不过，你们祖母知道了这退婚书撤告之事，罚我在祠堂跪了小半晌。祖母还罚您跪了？这一跪，能换回我四儿欢喜，值了。您都这把岁数了，还罚您跪？哎，妹妹，怎么了？我约了于兄跟甄大人来家里吃饭，他们快到了，我去门口接一下，你快收拾收拾啊！爹，你也收拾收拾。他刚才说什么？让我也收拾收拾。姑娘，你脖子后面有个图案。脖子怎么了？姑娘，你坐下。你举高点，我看。这边，这边。看到了吗，姑娘？为什么会出现圣女图腾？从前不曾有呀。难道因为我曾经在南屋生活过？你醒醒！水？什么？水？水？啊！怎么样？大周人，我是大周人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上报的。这个药可以帮你止血，水和药我都帮你留在这儿了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啊！小心啊！这好像有个人，是大周人。他该不会是从这悬崖上掉下来的吧？他们也太大了。他救过我，现在伤得很重，先带回去。今日，我就收你为徒。我被人逼迫跳崖，是你们救了我。大长老不计两方恩怨，收我为徒，传授我本领，请受姜丝一拜。我们南巫本不救大周人，只是你不计两方恩怨，救了独儿。我们南巫还你一命。只是从今以后，你不可和大周再有联系。我在大周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，我愿意留在南巫，